3月下旬，南意大利 A3 高速公路，菲亚特正从靴子脚背向靴子脚尖奔驰。遥远的天际中，西西里岛的山丘隐约可见。行驶了约6个小时，傍晚到达小镇圣乔瓦尼渡轮码头，排队等候渡轮前往西西里岛的摩西拿。上一期我们用了14天，从米兰出发，穿过托斯卡纳南意大利海岸，走完了意大利本岛。这一期我们将环游西西里岛，再乘坐渡轮到达热那亚，回到米兰。渡轮很快就清空了，我们驶过桥洞，开始登船。雨过天晴，空气湿润通透，天空呈现柔和的蓝色与灰色，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码头建筑的倒影。工作人员过来检票。乘坐渡轮的手续非常简单，也可能是淡季原因，我们直接在码头的售票窗口购买渡轮票，按照指引排队登船，单程1车2人，33欧元，行程约20分钟。线上吧。全程引导员指引路线，效率很高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！我们排在第1个。小红车打头，这里空气不好，弥漫着柴油的气味。人们离开自己的车，进入休息区。这有座椅。车辆还在陆续登船，停靠得整整齐齐，看着非常解压。启动了，渡轮缓缓离开码头，即将穿过摩西拿海峡，前往对面的小镇摩西拿。倚靠在栏杆边，眼前又是一幅美丽的画卷。船头正前方，西西里岛的轮廓清晰可见。太阳已落，天空呈现宁静的浅蓝色，浅灰色的云层辐射向西西里岛的远方。有的云朵像大鱼一般悬在空中。在引擎的轰鸣声中，渡轮停靠在摩西拿码头。我赶紧跑回菲亚特。渡轮的跳板渐渐放下，稳稳地落在岸边。工作人员的引导清晰，效率高，整个体验非常满意。离开码头，直奔陶尔米纳，车程1小时。没想到复制的酒店地址有问题，给我们导航到了错误的方向和地点。之后又飞奔了2个多小时，夜晚才到驻地。早饭后，前往陶尔米纳中心区域的一处停车场。陶尔米纳是个山城，可以俯瞰伊奥尼亚海，遥望埃特纳火山，是西西里岛上的度假胜地，被米其林旅游指南评为3星级最高级别的旅游推荐。按照导航的指引，越走越远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停车场。不知道怎么了，在意大利 Google Map 经常出错。机器上买停车卡，
3小时9元。原来这里是个7层的停车楼啊，可以想象旺季的情形了。楼外还有个装饰漂亮的餐厅。陶尔米纳的精髓就是这条翁贝托一世大街。今天的游览就从卡塔尼亚门开始。这条街曾经是古罗马时期的主要道路，漫步其中能感受到几个世纪以来积淀的历史氛围。大教堂广场上的大教堂建于13世纪，外立面由巨大的石头砌成，坚实古老的像个古堡，典型的诺曼风格。广场中心是一个16世纪的喷泉，喷泉顶部是一位上半身是女性、下半身是马的半人马雕像，由大理石雕刻而成。陶尔米纳曾经是古希腊的殖民地，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，又先后被阿拉伯人和诺曼人统治过。每一个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，形成了陶尔米纳混杂多样的建筑风格。广场的一侧是巴洛克风格的圣约瑟夫教堂，广场的另一侧是一个宽大的露台。站在露台边，眼前是一幅宏大的画卷，辽阔的云朵如棉絮般铺展成无尽的云海，与伊奥尼亚海在遥远的地平线融为一体。埃特纳火山那巨大的斜坡在远方磅礴地延伸，没入深邃的海水中。火山山顶的积雪在云海中忽然出现，又稍纵即逝，整个画面充满了力量与宁静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震撼。忽然，手风琴的演奏声飘了过来。沿着步行街继续走 ，LV、迪奥等奢侈品店融入在古老的石墙与雕花阳台中，产生了奇妙的反差与融合。时不时地撞见漂亮的庭院，马蹄形古门与悬吊的藤蔓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。路边的小店鳞次栉比，陈列着色彩斑斓的西西里岛陶瓷和精美的工艺品与服饰，每一家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。电影《教父》中出现过好几次的西西里经典甜品卡诺里，外表是酥皮卷筒，内里填满奶酪，点缀糖渍樱桃。实话说，除了甜，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。爱吃甜品的人看见冰淇淋忍不住就想尝尝。焦糖海盐与柠檬口味的碰撞，奇怪的搭配，但不管怎么搭都很好吃。边吃边看这个繁忙的路口，忽然发现来时菲亚特曾经在这里等绿灯。路上经过这样一棵树，由8棵树共同托举一个修剪成长方形的大树冠，人们纷纷到树下躲雨。天气也挺有意思，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阴，一会儿雨，反复切换。走到了陶尔米纳的希腊剧场，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杰作，堪称整个西西里岛的皇冠明珠。马蹄形的观众席分成9个区，
图形设计让每个座位都能完美捕捉演员的台词。位置更绝，剧院面向伊奥尼亚海，巍峨的埃特纳火山就在眼前。夕阳下看埃特纳喷发的影子，简直是剧场里的自然大戏。难怪歌德说，观众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观。一早退房离开，最后还有别致的台阶跟你告别。菲亚特又踏上公路，向埃特纳火山前进。植被逐渐减少，埃特纳火山隐约可见了。这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，2025年已经喷发了3次。火山顶部常年覆盖着薄薄的积雪，火山灰呈细碎的黑色玻璃颗粒状，在山坡上堆积成厚厚的黑色毯子，与积雪的山峰形成黑白反差。离开火山，周围又恢复了田园风景。菲亚特直奔巴勒莫。路上经过小镇恩纳。恩纳被称为西西里的肚脐，因为它正好坐落在岛的正中央。不同于海岸线的喧闹，这里像是未被时间和大众旅游雕琢的纯净之地，保留着中世纪的韵味。现在是周六上午，街道空无一人，像是沉睡的中世纪城堡。粗略地欣赏了一下安娜，就继续赶路了。傍晚进入巴勒莫市区。早饭后驱车2个多小时去特拉帕尼的盐田风车自然保护区。先去加油，上期提到的自助加油多余的预付款终于退回来了。上一期菲亚特500在阿马尔菲的盘山公路上灵巧得如疯狂老鼠一般，可到了公路上就没什么优势了，油门踩到底也就100多迈，分分钟被超过。超过了我自己。不过我们也不想疾驰，因为一路上的风景太美了。这是一片辽阔的自然保护区，风车矗立，鸟类繁多。听说每年4到8月，数量庞大的火烈鸟在这里繁殖，可惜我没看到粉色大军的壮观景象。但层层叠叠的岩池在阳光下变换色彩，野花和风车美翻天，这里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
这些古老的风车有几百年历史了，它们是用来抽水和研磨盐的。盐池在阳光下变换成蓝色、紫色、绿色，盐工在其中劳作。简直是治愈大片，这种宁静的美，让人瞬间忘掉烦恼。菲亚特沿着西西里岛西北海岸往巴勒莫返回，在 Google Map 上搜到一家评分很高的海滩餐厅，挺大一个餐厅，只有我们2个客人。这么冷清，让我一度有点怀疑餐厅的水准。但是当番茄意面和松露披萨上桌后，我服了。今天从巴勒莫出发，沿着 SS121 和 SS189 穿过西西里岛的西部，前往阿格里真托，路程130公里。4月的西西里气候温和，沿路风景犹如地中海大片儿。最初是城市风光，渐渐过渡到西西里的乡村风光。公路两边是起伏的绿色丘陵。4月正是野花季，紫色小花点缀田野，大朵大朵的云像棉花糖一般。红色菲亚特停靠在漂亮的野花中，这是 GPS 干的，他始终认为这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只好步行10分钟去真正的目的地神殿谷的入口。神殿谷建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殖民时期，内有7座多利克柱式神庙。多利克柱式是古希腊建筑的3种柱式之一，如雅典的帕特农神庙。眼前的这座供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神殿只剩9根柱子，但柱子粗壮，气势不减。宙斯神殿的巨型人形柱7到8米高，由多块砂岩拼接而成，其作用应该是宙斯神殿的屋顶支撑或装饰。宙斯神殿已成为废墟，在这片废墟上，我们来了场鸟与人的对话。和谐神殿也是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多利克神殿之一。我完全没想到，黑手党的故乡居然是这样一个美丽之地。西西里人用希腊神殿的庄严、地中海的盐以及野花的芬芳来治愈黑手党留下的创伤。如今西西里岛已经成为一个漂亮的大花园。巴勒莫是西西里的首府，值得一看的是大教堂和大市集。站在大教堂前，我有点发懵，这究竟是什么风格呀？你瞧，这拱顶是拜占庭式的，这塔尖是哥特式的，线条简洁的诺曼式圆拱与马蹄形的阿拉伯尖拱又糅杂在一起，形成诺曼阿拉伯风格。大教堂风格如此混杂，是因为它最初的根基是个拜占庭教堂，后来被阿拉伯人改造成清真寺，
之后，诺曼人又把它建成基督教堂。新的统治者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打上一个新的补丁，形成了现在这种多种风格的建筑群。走进教堂，内部比外观低调，但细节迷人。这是一根子午线，太阳在正午时，光点会落在线上。离开大教堂，一下子又切换到市井生活中。走着走着，宁静的街巷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前方是巴勒莫最古老热闹的市集。一进市集，就被五颜六色的摊位和叫卖声包围了。这款鲜艳的橙红色鸡尾酒饮料吸引了我，它名字叫阿佩罗开胃酒，由2种气泡酒以及苏打水和冰块橙子组成，味道清爽的甜中带苦。摊主们西西里岛方言的吆喝声，热情的像在演戏。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剑鱼、章鱼、鱿鱼、牡蛎、虾等各类海鲜杂物的香气。